入康爱马仕第一天，这两个哪个是 Kelly， 哪个是 Birkin？ 入康爱马仕1个月啊，我知道，这个是 Kelly。入康爱马仕1年。什么？这个是 Kelly， 这个是 Kelly， 那个也是 Kelly， 都是 Kell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那自从入坑爱马仕到现在呢，我见到过的 Kelly 的款式真的是多到让我眼花缭乱。上次呢，小马跟大家拍过一期 Kelly 人气尺寸的测评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爱马仕 Kelly 家族到底有多少成员。要不先从小的开始说起吧 ，Tiny Kelly。他是爱马仕鬼才设计师让保罗·高提耶在2011年春夏秀场，也就是他离开爱马仕前的最后一场秀上发布的。和他同时推出的呢，还有 Tiny Birkin， 他们俩尺寸真的是超级的 mini， 宽度连15厘米都不到，感觉还没有我巴掌这么大。当然了，这种小包的实用性呢，肯定是几乎为0的。秀场上的戴法呢，也是把它就是这样绕在手腕上，然后当做装饰的作用。但我个人觉得呢，可以把它挂在包上当做挂件，或者家里有小朋友的宝宝，可以给小朋友拎，也是挺合适的。那第二个呢，也是超级袖珍的包，就是之前有给大家做过开箱的 Kelly 15，也叫做 Micro Kelly 或者 Mini Kelly。它已经停产10多年了，常见的皮质有 Box 皮，然后还有 Cushionbelu 皮、S 皮、蜥蜴皮、鳄鱼皮。那这只包呢，之前我有详细讲过，感兴趣的宝宝呢，可以去看这支视频。有些宝宝会把 Tiny Kelly 和 Micro Kelly 搞混，但对比一下呢，就可以看到它们俩的包型是不一样的。Tiny Kelly 呢是方方正正的，而 Mini 的包型和我们平时看到的基础款的 Kelly 是一样的，是梯形的。那接下来呢是 Mini Kelly 的1代，然后还有2代。那刚才说的那2个款式呢，已经绝版多年了，但是1代和2代现在专柜还是有在出的。1代在2004年第一次出现在爱马仕秋冬的秀场上。那场秀是让保罗·高提耶在爱马仕的首秀，可以说是1代的出现，也正是为他之后在爱马仕长达7年的创作奏响了序章。1代呢，它是只有手柄的，所以只能手拿，或者呢，你可以给它配一条，之前小马有说过一条猪鼻链，就是也可以斜挎或者是肩背，但我感觉呢，还是手拿比较舒服，比较帅气一点。那2代呢，因为配了肩带的关系，在可玩性上会比1代强那么一点点，除了手拎呢，然后它还可以肩背，但是在容量方面呢，2代是不如1代的。如果有宝宝可以感兴趣的话呢，以后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测评。那我个人觉得呢，它们2个外形上对比起来，1代呢更加的温柔有气质，那2代呢就比较的秀气可爱的感觉。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？那同样是小包 ，Kelly To Go 也是小包里面非常有人气的一款。在我看来呢，它其实就是钱包加了一条可以拆卸的肩带。当然了，现在大家出门只需要带个手机，所以它其实是能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的。而且呢，这个包款基本不需要配货。但是如果你第一次进店就想直接拿到心仪的颜色，还是要靠运气的。那说了这么多小包，接下来我们再说大一点的尺寸吧。那就是这个 Kelly Lakis， 它是小马少有的大尺寸的包包，因为前后有加出来这个口袋的设计，日常出行用起来都是非常方便的。我觉得说是爱马仕最实用的包包也是不为过的。现在这款包包只有超级 VIP 通过特别定制才能入手，而且只有 S 皮。那值得一提的是呢，因为 Lakis 的产量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，价格一直都在涨，然后再加上现在背爱马仕的年轻的宝宝越来越多，那休闲款的爱马仕越来越受欢迎，所以这款包包今后的价格小马还是比较看好的。那第7支包包就是 Kelly Dance， 它在国内呢也属于比较有人气的入门款爱马仕了。主要是因为它的玩法比较多，能背出好多不同的花样。我发现大家对这种一包多背的款式都是比较感兴趣的。网上其实对于不同背法的教程还是很多的，大家可以自行去搜索一下。小马今天就不给大家一一展示了。那如果你是学生或者是比较喜欢文艺风的穿搭，那 Kelly Ado 就是你最佳的选择。它有 PM 和 GM 2个尺寸。
那 PM 小尺寸呢，我觉得比较适合身材娇小一点的宝宝，背着会比较秀气，比较休闲。那如果是喜欢那种复古文艺风的宝宝，可以去买大一点的尺寸 GM， 而且 GM 上边是多一个手柄的，实用性呢也会更高一点。那下一支呢，也是我觉得很值得入的绝版款，那就是这个 Sports Kelly。我的这一支呢是 MM 的中号，前面呢是羊毛编织的，非常的特别。在秋冬配上毛衣，就是整个人看上去都是暖暖的。这个包款呢还出过 PM 和 GM 的尺寸，但是我个人呢比较喜欢最小尺寸的 PM， 我觉得其实日常的穿搭呀，或者是装东西容量都是刚刚好的，也比较适合我的身高。那说到绝版的款式呢，就不得不提大耳朵和无耳朵这一对了，它们俩都是 Kelly 20这个尺寸。大耳朵呢，顾名思义，因为这个手柄比较大，然后可以手提，然后也可以这样腕挎。如果是装上肩带呢，也是可以肩背的。不过它的肩带呢，比 mini 2代呢要短一点，不太适合斜挎。虽然大耳朵已经绝版了，但是人气度是超级高的，所以在二手市场上的价格呢也是比较高的。那相对大耳朵来比呢，无耳朵看上去会更加的休闲一点。现在能看到的无耳朵基本上都是80年代的老古董，有长肩带也有短肩带的款式。我个人比较喜欢短肩带的款式，感觉做腋下包的那个长度是刚刚好的。它因为没有手柄嘛，再加上肩带是不可以拆卸的，所以就没有大耳朵那么多的背法。大耳朵和无耳朵，它们俩其实都是 Kelly 20这个尺寸，但是风格相差呢却是比较大的。你们比较喜欢大耳朵还是喜欢无耳朵呢？下一支呢也是非常冷门的，叫做 Kelly Clutch 手拿包。它最大的特点呢是前面的包扣，不同于经典的爱马仕包扣，它居然是圆形的。它没有手柄或者肩带，只能手拿。那这款包包呢，不仅在市面上的数量少，网上和它有关的资料可以查询到的也是非常的少的。其实我还很好奇，为什么这个圆形的包扣后来就没有出现过了？如果有宝宝知道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。那既然说到手拿包，另外2款就在这里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吧。其中一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，又一个让保罗高缇耶的作品 Kelly Cut。由于它的包型呢是比较长的，拿在手上非常的有气场，更适合搭配礼服或者西装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用。那另一款呢也是非常少见的绝版包，叫做 Kelly Elan。现在市面上能看到的，它的大部分都是在2000到2002年生产的。它的形状呢，应该是介于 Kelly Clutch 和 Kelly Cut 之间的。小马现在没有实物，所以只能给大家看图意会了。这3款手拿包 ，Kelly Clutch 的底边长21厘米 ，Kelly Elan 28厘米。而 Kelly Cut 有34厘米，可惜它们3个数量呢都是比较稀少的。要是有机会能把它们聚到一块儿的话，小马会给它们做一个对比。然后下一个呢就是 Kelly 公文包。公文包系列出过好几个不同的尺寸，25和36呢，现在专柜还可以买得到。那其中25那一款呢是没有手柄的，只有一条套在手腕子上的带子。乍一看呢，觉得有那么点老气，像我们父母那一辈人会拿的包。但是呢，有看到网上有宝宝给自己加了一个肩带，然后呢背上身，倒是很帅气的。而且这款包呢，它是不用配货的，喜欢的宝宝可以自行去找一找教程，解锁一下特殊的背法。其实呢，公文包以前还出过34和38这2个尺寸，那现在呢已经停产了。我面前的这支呢就是38厘米，这2个尺寸的包型和现行版略有不同，是这种方方正正的。那目前只有在二手市场上才可以买得到。如果你不喜欢太过板正的包，那前面打个结能卷起来的 Kelly Flato 应该会是你的菜。那这款包呢，一开始其实一直都是比较小众，没有什么人气的。但是呢，大概在4、5年前吧，在小红书上被几个博主上身了以后，就一下人气高涨，市场价值呢也就上升了很多。而且因为数量是比较少的，目前可以说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。然后呢，就是肖鲁达巴克。
也是前2年被明星上身带火了之后的一个包款。那 Birkin 和 Kylie 的销路大相比呢，我自己其实是比较喜欢 Kylie 的。因为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宝宝应该能看出来，销路大 Birkin 的底边是特别宽的，然后背上身呢，手就不能这样自然的垂下来放，就比较不舒服。但是 Kylie 呢，它的底部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宽，也没有那么的硌手，个人觉得舒适度呢比销路大 Birkin 要高一些。那下一个呢就是 Kylie 50，那也叫做呢 Kylie Relax， 它比较特别的是有2种不一样的包款。在爱马仕2010年春夏秀场可以看到，一种呢是普通的短手柄，配了一个宽的帆布的肩带，也就是小马前边的这一只。然后呢，还有另外一种呢是长手柄的，然后可以肩背，但是呢没有额外的肩带。它在我的大包合集里那期有讲过，感兴趣的宝宝可以去看一下。那接下来这一款呢，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 So Kylie， 它曾经出现在爱马仕2008年秋季的秀场上。因为包型是水桶型的长包身，所以容量非常的可观，13寸的笔记本电脑放进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而且二手市场目前的价格也很香，大概就2万多3万人民币这个样子吧，非常推荐给需要通勤包的宝宝们。那最后呢，来说几款特别的包，这个就是透明的沙滩包。透明的，它是爱马仕1996年春夏秀场的邀请函。在这个创意的背后呢，其实还有更深的含义。1995年的巴黎，由于遭遇了恐怖袭击，全法国都大力加强了安保。爱马仕发给宾客们这个透明包，意在鼓励大家把随身物品放在里面，这样大家就能快速的通过安检，能大大减轻安保工作的负担。但是小马这只不是1996年的那款啊，而是1997年的爱马仕在日本举行的纪念品牌成立160周年的活动上限量发售的款，感觉夏天呢拿去海边拍照应该会非常的好看。那接下来呢就是小可爱 Kylie Doll。Kylie Doll 呢，它是2000年推出的包款，所以叫做千禧娃娃。小马之前也有介绍过，那这里就不详细说了。那最后这个呢，与其说是包，不如说是一个服装的点缀，它也是让保罗高缇耶在2011年的作品之一。大家看模特图应该就能感受到了哈，里面要是装了东西就不好看了。当年秀场上这个包包有腰带和抹胸这2种戴法，到现在呢看着也是非常的时尚的。那讲到这里 Kylie 款式基本就都说完了，那不知道大家看得过不过瘾呢？如果小马有漏掉的哪个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补充。Kylie 其实还有非常多特殊的材质，比如羊羔毛做的泰迪，然后柳条编织的 picnic， 还有2011年春夏秀场上的半透明鳄鱼皮，都是遇到就一定要收藏的。那在这里呢，不得不提一下让保罗高缇耶，我刚才介绍的 Kylie 里有一大半都出自于他之手，可以说他真的是把爱马仕的包包玩出了很多花样。不知道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款呢？对了，今年爱马仕秋冬秀场上还新出了几款 Kylie， 像双面款和羽毛款都关注度非常的高，我还很好奇的，大家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喜欢小马的视频别忘了点击订阅哦，那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